各位朋友啊，在中国公知呢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一届的中国网友可不好忽悠了呀。最近呢，由于这个美国在中东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这个侵略吧，可以说是海外的和国内的一些公知全跳出来了。就像当年的俄乌战争一樣，当時我就精準的定義了，我說支持俄羅斯的不一定全是愛國者，但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定全都是反賊。那現在呢同樣道理你支持伊朗的不一定全是愛國者，但是支持以色列的支持美國的那一定是反賊唄。公知老梁他就這個罵伊朗支持美國以色列，一以貫之的嘛，痛罵伊朗毫無正義道德公信力可言。你要是光看這幾個詞呢要不說罵誰，你知道他是在罵伊朗嗎？貌似拿來罵美國和以色列更合適吧，毫無正義道德公信力可言。美國連續2次一邊和伊朗談判一邊搞偷襲，都把伊朗給搞應激了，這是哪門子的公信力啊？但為什麼公知只說伊朗不說美國和以色列呢？這就涉及到公知的恨國生意的秘訣了嘛。中國這麼大，中國人這麼多，好人好事自然是數不勝數，但是壞人壞事同樣也不在少數嘛。這麼說吧，只要你想說，你既可以365天不重樣的宣傳好人好事，也可以365天不重樣的借題發揮說壞人壞事，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怎麼說，那就全憑個人了。那中國公知的做法呢，那無疑是只說壞事不說好事嘛。公知的小作文有個共性，那就是他們的文章只要一提到中國，你很難看到一個好人一件好事。所以說中國的網友們現在由於網絡的普及，他了解到了整個世界的真相以後，看到公知的文章就免疫了，就忍不住要反胃。那至於說那些沒有思考能力沒有分辨能力的人，公知的文章看多了他們也就變成了恨國黨，對吧？那既然公知的文章那麼陰暗為什麼恨國的那些耗材還愛看呢？這就涉及到傳播學的知識了。實話實說，大多數人對好人好事是沒多大興趣的，不是好人好事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大多數人對好人好事更加麻木。你比如說有2個新聞，一個是小學生扶老奶奶，一個是小學生踹老奶奶，你會對哪個更感興趣呢？是狗咬人更有傳播性，還是人咬狗更有傳播性呢？現在你能理解為啥之前有人到武漢後那個對到處都是正能量的故事感到絕望了嗎？你比如說那個差點把自己點了天燈的陳秋實芳芳之流，不是他不會寫正能量的故事，而是他很清楚正能量故事的傳播力遠不如負能量，對他們來說流量大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至於文章會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那他們是不管的呀。現在你該明白為什麼公知會對壞人壞事那麼熱衷了嗎？這是他們的流量密碼，或者說是恨國生意的秘訣，可謂是小作文一響黃金萬兩。那在海外的媒體上，像公知老梁這樣的人，那就更得說中國的壞人壞事了，因為他們的衣食父母來源於獨輪運呢，他必須得舔那個獨輪運的屁股才能有那個收穫嘛，對吧？明白了吧？所以對公知來說呢，壞人壞事是流量密碼，對於恨國的耗材來說呢，壞人壞事則是精神食糧。由於恨國耗材從公知那裡看到的都是壞人壞事，你很難想象他們會愛國，就像你不可能愛上一個渾身都是缺點的人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呢，恨國的耗材不對西方跪下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既然此路行不通，那就要重新找條行得通的路。說白了，他們也是要寄托的。
這個寄托就是公知給他们虛構的民主自由的所謂西方的文明世界，精神日本人，精神美国人，就是这麼來的。不然你以為呢？很多的恨國耗材連烏克蘭在哪兒都說不清楚，就敢說烏克蘭代表民主自由，誰灌輸給他們的呀？這種人哪怕是你把事實擺在耗材面前，他們也不會信的。在公知長期的定向洗腦下，他們早就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了。愛公千古啊！你在美國去罵一下華盛頓試試，去罵一下林肯試試，官方不治你的罪，北美民間鋤奸團要你的命。民主自由这些好听的字眼都是有阶级性的。你们说大炮是干什麼用的？大炮是用來丈量國土面積的。這話誰說的？不，毛主席不會說這種話。毛主席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革命領袖，說這種話的，告訴各位，是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我們不是要全盤西化嗎？有些人主張西方的老師們已經告訴我們，他們是用什麼推行他們的普世價值，是用大炮推行。我們別總說學他們的普世價值，我們首先應該學的是他們推廣普世價值的手段。你們連那個手段都沒有，就扯談什麼普世價值，中國的公知們多麼的可笑。不是講憲政嗎？所謂憲政就是要以憲法為依據，那麼我們的憲法是共產黨領導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為什麼頻頻向這個底線挑戰？我們可以接過憲政這個口號，那麼請所有公知和反共分子閉嘴，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的憲政，他們同意嗎？因此我們不要被他们的所謂普世價值捆住我們的手腳。埃及軍政府前不久一次就判了穆斯林兄弟會529個人死刑。美國的那些歐洲的那些人權專家們可曾說過一個不字嗎？沒有。當初軍政府推翻了埃及民選的總統穆爾西的時候，他們說過半個不字嗎？可見其民主的荒唐、荒謬和虛偽。公知的態度多麼的可笑。東莞掃黃，他們說東莞挺住；昆明暴苦，他們說這是民族矛盾的大爆發。我們終於清楚了中國那些反共的公知，他們一個特點就是逢共必反，逢中必反。天妒英才，實不假年，愛公千古吧。那麼恨國耗材是被定向洗腦了。公知的恨國生意就簡單了，只要堅持說中國壞人壞事及其西方的文明世界的好人好事就行了，至於客不客觀合不合邏輯那不重要，就算被謊言被拆穿了也無所謂，因為恨國耗材早就離不開他們定向投餵的精神食糧了。公知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的捂住恨國耗材的眼睛和耳朵。恨國耗材不是傻子，就算是傻子也不是聾子瞎子，所以他們會竭力避開中國的好人好事以及所謂的文明世界的壞人壞事，為恨國耗材定制精神食糧。以俄烏衝突為例，公知會日復一日的說俄軍又損失了多少，但絕不會說烏軍又損失了多少。當然對烏軍的損失烏克蘭早就擺爛不統計了，就算
他們想說也說不出來。公知同樣也会日复一日的说烏軍又取得了哪些進展，獲得了哪些大捷，但絕不會說俄軍又推進了多少，取得了哪些成果。你以為公知會不知道俄烏戰場的真實情況嗎？不知道烏克蘭兵員枯竭，在到處抓壯丁，不知道澤連斯基的遊艇值多少錢嗎？他們當然知道了，但他們絕對不會說，因為他们很清楚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要是什麼大實話都說了，万一恨國耗財一不小心覺醒了，他們的恨國生意還怎麼做下去啊？這就是公知恨國生意的秘密。如果有人不信，去讀一讀公知的文章，你就清楚了啊。如果有例外啊，那只能说纯屬意外啊。話說回來，公知的恨國生意既好做也不好做。好做是收益很大，恨國的耗財就像韭菜，怎麼割也割不完。壞處是風險也很大，被人戳脊梁骨倒是次要的，他們也不在乎。關鍵說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給送進去了。雖然他們現在大多數隱藏的更深了，但是老話說得好，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常在河邊走，誰能保證永遠不濕鞋呢？風險是有的，但是潛在的與潛在的風險相比，眼前看得見的摸得着的收益無疑是更有吸引力的。這就是為啥公知會寧願冒着把自己送進去的風險，也要堅持做恨國生意。某種程度上來說，公知也很無奈，他們的粉絲都是恨國的耗財，看他們的文章就是想看他們怎麼變花樣的宣揚恨國有理，為了粉絲也好，為了恨國生意也好，他們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說到底，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未必不想修紅旗，但他們的利益不允許他們那麼做啊。那個倒不是說壞人壞事就不能說了，或者說壞人壞事一定是公知啊。只要是真人真事，不管是好人好事還是壞人壞事，都是能說的，但要把握好尺度。好人好事說不說，怎麼說，何时說，以及壞人壞事說不說，怎麼說，何时說，那是要權衡的。你要總說好人好事，那不客觀啊。要真的都是好人好事，没有壞人壞事，那中國早就是共產主義了啊。但是也不能只說壞人壞事，那不僅不客觀，關鍵是個導向太壞了，到處都一無是處，一團漆黑，那別人還有什麼盼頭啊？就拿抗戰來說，你不能總說日本鬼子多兇殘，中國人民多悲慘，這當然是事實，但你總說這些，那除了打擊中國人的抗戰的積極性，沒有任何的好處，對吧？總要有人說平型關大捷吧，總要有人說又殲滅了多少鬼子吧，總要有人站出來說論持久戰嘛。過程很曲折，但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吧？信心比黃金更珍貴。就像毛主席說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要是一點盼頭都沒有，那哪還來的成績、光明和勇氣啊？我們看看毛主席是怎麼做的。當年有人對革命前途悲觀的時候，毛主席說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的是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來，說的是這個快要絕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他是站在海岸的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這樣的文章今天讀來都能讓人熱情澎湃，當年的紅軍戰士讀了以後只會比我們更加的熱血沸騰。所以呢，無論是好人壞事壞人壞事都要說，但盡量多說好人好事，少說壞人壞事，這個度要把握好。不是說壞人壞事不能說，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啊！這絕对不是報喜不報憂啊，這只是一個輿論場上這麼一個應得的就是輿論場上的應有的立場，對吧？與美軍的那種無論中東軍事基地被炸死多少，一律按腦震盪的處理是有本質的區別的。說老實話啊，像公知那種要死不活的文章，只會讓人越看越喪氣。所以呢，懟公知絕對不是為了鬥嘴，更不是為了什麼愛國生意，而是在維護真理和正義。這麼說呢是有依據的啊。那些長期看公知文章的恨國耗財早就廢了，他們的戾氣之大啊，可以說是讓人不寒而栗。這些人都是屬於精神有毛病的和智力有毛病的雙重的廢材，是吧？那麼
這個斷公知們的恨國生意，那就如同杀人父母嘛。你看我老是跟这个公知们过不去，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公知们呢，自然也会恨你的，那无所謂了，对吧？我們只不過是站在事實的這種立場上，這個給大家點出來反共必腦殘的這種本質。其實那些所謂的大 V 公知，他們不見得是腦殘，有的人不蠢，他是單純的壞而已。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